成什么样了？嗨，大家好。早上起来，我看到这个玻璃窗上一层白雾，就感觉又重回到那种回南天潮湿的天气那种感觉。就广州最近连续下雨，这个雨势基本上是不停的状态对，很奇怪早就过了多雨的季节，过了龙舟水的这种节气但是依然是这样的潮湿天气，也可能是最近高温天气持续的太久，然后造成空气当中的这种气流对流，造成了多雨的天气，也可能是前一阵子的台风的余威，就台风搅动的这个天气就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那不管怎么说呢，我早上出来骑行的时候，看到地还都是湿的状态，因为晚上我就听到噼噼啪啪的下雨。早上起来呢，其实也下了一阵今天应该是10点钟以后持续一整天的下雨，所以我想我也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就在村里随意的骑行一下就好。而且昨天晚上我去接我的孩子从外地回来，结果回到村里已经是10点多钟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停得比较远，所以呢，我等一会儿顺便就骑到我停车的地方，把我的车开回我的家门口。就现在你只要晚上稍微晚点回来的话呢，真的停不到车，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这不是我的问题，是整个村民的问题。所以你看现在白天都是上班的时候村里面停着满满的车，所以现在很多人我估计也是越来越多的选择坐公交出行，因为现在启福新村也有了这样的条件就你可以坐村内的 bus 免费的去到启福交通中心来搭乘地铁。在以前没有地铁的时候呢，都是要搭村外的巴士要花钱的，可能最早的时候是5、6块吧，后来涨到了10来块。但是自从四广路地铁站22号线开通以后呢，慢慢村外的巴士应该就已经停止运营了吧，但我也没确定估计是这样。现在呢有很多番禺本地的巴士呢，就从四广路地铁站出发，去到番禺区内的各个点。所以基本上来讲现在祈福老百姓出城进城吧，去广州就多了一些选择，除了开车以外呢，还是可以选择搭乘高速的地铁因为22号线这条高速地铁是每小时160公里的快线，一个站就到番禺广场，再可以转乘3号线去天河很多站同时呢也可以乘坐更快的18号线去到天河的显村，以后呢还会去到东站。总之呢选择多了一些而且是比较快的线，到天河也就是20几分钟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速度使得很多的村民出行呢越来越选择乘坐公交，但是反而我们利用的比较少除了我偶然搭乘18号、22号转18号去到某些地方去以外
有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还是愿意开车，因为呢，我们要开车出行的话呢，肯定是跟大家是错峰出行的。因为你如果现在要赶着上下班时间开车出行的话，那不管是哪条道啊，都是堵得死死的。所以即便昨天晚上我10点多钟才回到村里，但是这一路上看到的那个光景啊，它好像就没有消停的时候啊，整条马路都是车辆，特别是到了晚上9、10点钟的时候，居然还有那么多车跑在外面，不知道都是一些运营的呢，还是在那边应酬的。总之呢，广州这个地方啊，就是夜生活一向是比较畅旺的。原因呢，当然就是这种气候造成的，因为比较温暖，没有冬天，所以老百姓呢都喜欢在户外活动。还有一个呢，毕竟时在广州，就大家吃各种各样的美食，到了晚上呢有宵夜啊，就是9、10点钟那都不在话下。即便是晚上过了12点，都有很多这个餐馆还开着门的。这就是广州的一些情况，造就了这座比较活络的城市的一种氛围啊。好，我现在呢又骑到了怡湖湾畔的后面的这个小街道啊，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平时这边有些遮阴，也比较清静。但是呢，我看这个地还真都是湿的，所以今天等一会儿回去，我估计后背啊都会被打湿。刚刚说到啊，昨天晚上我去接我的孩子从外地回来，其实对他来讲，那几天是非常艰难，也是非常关键的日子啊，因为他要去通过一个专业的考试。前段时间呢，真的看见他在卖力的复习啊，我们也没有怎么去打扰他，但愿呢能够通过，这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但是要等1个来月以后才会有结果，我们就在心里头默默的祝愿吧，有一个好的结果。昨天开车出行，其实更多的呢是带着家里的老人家啊，有我的岳父已经是93岁高龄的老人家了，身体还不错，唯一的问题呢就是腿脚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灵便了，但是希望出去走走的心情呢一直像以前一样。所以我们但凡有空啊，几个子女，这个做小辈的嘛，都会开着车让他出去转转，看看外面的新鲜的事物啊，和他熟悉的街道，因为他已经在这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了，真的是不容易啊。他每当看到那种以前记忆当中的某个地方啊，就会很开心，同时呢也会感叹啊，时光如梭，很多地方已经跟他记忆当中完全不同，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记忆力的衰退，尤其是近期的记忆啊，是远不如以前了。所以其实1、2个月以前去过的地方，甚至于前几天刚去过的地方，他都
仿佛好像好久没来了那种感觉。这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小辈冷静不止。但是呢，想想这也是人生啊，它就是这样，有开始呢，必然有终结。但是对于一个90多岁还基本健康的一个老人家来讲啊，作为小辈，作为他的子女是非常的宽慰的。所以呢，大家也都是尽心尽力，在老人家最后的人生的这个阶段，给予更多的陪伴，然后呢，也按照中国来讲，就是尽尽孝吧。一个是让做子女的不留遗憾，那当然更多的呢，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感恩的方式啊，或者按照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报恩。但现在人当然没那么狭隘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天伦之乐，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所以呢，我们只要有空，都非常乐意陪伴一下老人家。虽然有些地方去了有趣啊，我们有时候作为陪伴来讲的话呢，对于那些近期去过的地方，可能会觉得有些无聊。但是对于老人家来讲呢，就是愉快的半天、一天时间。所以，即便昨天到了晚上，我们白天已经去转了一大圈了，但是听说我们要去接孩子，他又非常兴高采烈的要跟着一块去。结果呢，就冒雨去白云机场，还堵了一路啊。但是看到他精神矍铄，回来的路上跟他的孙辈的孩子笑成一片，所以我们做小辈的真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宽慰。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亲情或者家庭观念吧。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做的一模一样啊，因为每个人的境况、条件各方面还真不太一样。但我相信呢，大部分的中国人内心还是坚守着这份亲情，敬老爱幼啊，中国的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应该说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美德，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一种传统。现在呢，我在颐湖湾畔转几个圈，骑行一下啊。就像大家看到的，地都还湿的，很多地方呢就还不是特别适合骑行，而且天气预报等一会儿有可能就有下雨，而且今天是持续的下雨的，所以虽然天气还算凉快，但是我想着就不要去挑战老天爷了，就在村里这边骑行一下就好。昨天白天外出呢，去到白云区，去到新建的白云站，然后呢，又从3元里大道拐到机场路，去到黄石、新市，最后呢，去到了白云大道。这跟往常应该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白云大道啊，就那个以前的白云机场拆掉以后建设的白云新城，就那片区域呢，满街都是警察，可以讲3步一岗5步一哨，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交通秩序还算井然，但是总觉得应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发生了。那后来回来呢，才看到说原来是越南新的领导人
新的总书记叫舒林的一个人，带着夫人来访中国。第一站呢就到了广州，然后去到了他们国家的以前的一位领导人，曾经也为越南抗法斗争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位人物呢，他的墓在广州啊，是到这边特地来拜谒他的陵墓，是有这么一个纪念活动。但其实今天呢，他已经到达了北京，相信会跟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呢进行会晤。而且网上的网民啊很有意思，在拍一些这样的分享一些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呢，这个关注点啊就关注在这位新任总书记他的夫人身上啊，因为年纪应该都不小了，但是呢状态非常不错。这个在广州的时候呢，穿的紧身的这种紫衣服啊，应该是越南传统的这种类似旗袍一样的他们的民族服装吧。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就穿的红色啊大红的这个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据说呢，他手上戴了一个巨大的钻戒啊。当然，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装饰品，咱们也不知道。总之呢，就感觉啊，就是还是脱离了以前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这种无产阶级的那种意识形态，还是要让大家向大家展示吧。越南现在也在进行改革开放，并且呢，这个10多年、20年里面也发生了经济的巨大的变化和成长啊，而且有很多放置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观，还有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的这种资本的影响，还有大家老百姓啊富裕起来以后，也是希望物质上有更好的收入，更高质量的生活。当然对于全世界都一样的啊，尤其是女性这些，大家对这些比方说珠宝啊、打扮啊等等共有的这个追求呢，也体现到他们的国家领导人的夫人身上啊。这也可能是在某种意义上传递的一种继续要将这条改革开放路走下去的这种含义在里面吧。我相信应该是有这样的意义啊。所以虽然是全世界硕果仅存的这个几个共产党的国家之一啊，像越南和中国，但是大家在经济上呢也在别苗头，大家也希望通过经济的发展带给本国老百姓有更多的经济方面的自由，同时呢也让大家在经济物质基础上有更美好的生活。当然我相信这肯定是民心所向吧。如果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他的主张或他努力的方向就是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相一致的话啊，我觉得这样的政策就很容易成功。反之呢，即便这个政权再稳固，弄不好在什么时候就会出现重大的危机。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到了1976年的时候，突然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随后新的领导人向着全中国老百姓诉说到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相信啊，当时是让所有的中国老百姓真的是内心感到崩溃了。但是呢，知耻而好勇，在后面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因为承认自己穷，承认自己和西方社会的各种差距，那么真的虚心的把门打开，
拥抱这个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呢，真的是把普世价值观引入到了中国，当然也把那些市场经济的很多的经济活动也活跃了起来。那么也就是经过了短短30多年的时间，中国就从一个经济崩溃的国家，转而呢成为一个 GDP 总量世界第2。虽然人均 GDP 那还得要更长时间的提升，要不管怎么说呢，确确实实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就因为以前的这种压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实现自我，那一旦打开了一道门，开了一扇窗户，就老百姓的这种激情一下子就迸发了出来，然后中国人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聪明才智就在这个短短的30年里面就得到了爆发。那么经济呢，也就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立马就赶上了很多中等发达的国家那所以中国现在再说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世界的大国或者西方的主流呢，他就认为中国已经早就过了这种发展中国家的阶段现在应该进入到中等发达的国家的行列里面。只不过呢，因为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感觉到自己比以前富有了很多。因为你的收入虽然增加，但是你的支出呢也在不断的增加，都用于实现更多的美好生活的愿望当中去了那么一旦因为有些种种原因嘛，经济出现了一个这个减速的时候，这跟大家原本以为可以一路高歌猛进，继续向着更美好生活挺进的这种愿望呢，就有可能会落空。所以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阶段但何去何从呢？真不是一个小老百姓能够左右得了。所以现在中国国内各种思潮都有，民族情绪呢更加的强烈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也有相当部分的人不愿意走回头路，他们希望呢继续向着对的路走下去，最终呢实现更高的层次的生活这个我相信这是人嘛，都是一样的。最终呢，大家都是趋利避害最终呢，大家都会以脚投票，或者用自己对待社会的这种态度就比方在中国最近经常出现的词汇，什么躺平内卷等等就会体现在这种行为之上。
哦，推着车上了一个大坡。现在呢，我转入19大街，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